欢迎来到不上班 Out of Office， 我是倩，2所美国藤校毕业，曾经的企业高管，如今再也不上班。我是 Ella， 欧洲音乐名校毕业，自由的青年钢琴家，从来不上班。我们是2位成长足迹遍及世界4大洲的现代女性。在不上班这个播客中，我们期待和你探讨一切上班以外的世界。不上班，在充盈的精神世界里创造，在丰富的情感世界里热爱，在尽量健康的心理世界里生活。欢迎来到第1期，提高女性生活质量，真的要远离男性吗？Ella， 我们首先要解释一下我们的这个 podcast 的名字叫做不上班 Out of Office。 那不上班不等于不工作，对不对？你是靠什么赚钱呢？这个我们不能误导观众。首先对很多女性说啊，那你们生活这么好吗？谁养你们呢？对，没有，我们其实 we work like hell。 Yeah, we do. Weekend, weekdays， 我觉得every single day， 每天都是一样。对，因为作为自由职业，我觉得这个你必须要 self motivated， 然后而且你要很 discipline 才行的。对，所以我个人觉得我的这个生活来源是做音乐，然后呢教书，然后这是我的主要的这个生活来源。教钢琴，对，教钢琴，然后呢还有就是伴奏啊，然后跟别人合作这些，然后所以但是我觉得这个占用了很大时间了已经啊，那必须的。对啊，每天都是就是我感觉没停过，还要养狗。对，那你18岁以来就一直是这样吗？对，我毕业了之后我的第一个学生是从19岁开始，就是还在上学的时候已经开始教了，然后所以就一直到现在就已经是很叫什么资龄对资深老师，看不出来。是。那你呢？我呢是属于半路出家做自由职业的。其实我之前的这个职业生涯是非常的典型哈，我的那个小红书的网名叫做都是刘亦婷曾子墨耽误了我，所以其实大家也可以听出1、2。我是属于那种走的非常传统路线，从小觉得自己要做高级管理者呀、CEO 啊等等，然后也上了哈佛商学院这种就非常 typical 的这个学校。然后每个家长的梦想是对，这真的是别人家的小孩。我说实话，真的从小觉得学习是最简单的一件事情，所以就觉得做这些事情，做大家好像羡慕的事情是非常简单的，那何苦不做呢？对吧？所以一直走到31岁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做这些事情我从来都不是问过自己要什么。然后那26岁到31岁这5年当中，我也慢慢的觉得可能为别人工作不是我内心所爱有这样几个契机，以后有机会讲，就是让我慢慢的确认了我的这个天性是不希望被别人管理的。所以当时我也知道总有一天我会走出来自己做当然你具体哪一天走出来也需要一些外界的推动，也有一些契机哈。我知道其实很多听众朋友也会有相似的这个不想上班的想法。刚才 Ella 有提到说不做这个不上班自由职业需要很多的 self discipline。实际上还有一点我想提的是，当你选择自由职业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任何自己特别想做的事情。所以当你选择你自己真心所爱的事情的时候，其实 self discipline comes with it。所以其实说难吧挺难的，但是说不难也不难，就是你真的找到了心里想要做的事情剩下的其实comes more naturally， 对吧？但是我觉得你这个更需要更大的勇气，因为你是半路出来。这个就是你已经踏进去了一个那种 corporate 的一个 lifestyle 的话，你要再出来的，有时候你觉得自己好像跟个精神病一样，对不对？是的，对啊，很多人会觉得你疯了吗？你要对啊，没错，确实是觉得是一个很疯狂的选择吧。当时放弃的不仅仅是工作，还有随着放弃工作，也意味着我必须要放弃在美国的生活。当时我的故事其实到底是跟男朋友分手，我离开美国，还是跟男朋友结婚，我拿绿卡留下，其实是一个我当时在小红书上走红的一个契机哈。也感谢我的这个特别有意思的过去1年半的这个人生和各种选择包括大家的陪伴，让我现在做到了这儿，里斯本和新朋友 Ella 做这个播客节目而且取名就叫 Out of Office。对这过去的1年半真的是我收获了太多太多我也想分享，今年1月初的时候我是人生可能最低谷的状态depressed 抑郁，然后我现在回看那个时候的状态，我当时
我就觉得非常的感慨吧，就是1月份的时候可能是我人生最低的低谷，当时要面临着搬家，面临着要卖东西，就是真的是觉得14年在美国的生活需要 wrap up 而且要去到一个新的国家重新开始，对吧？你什么都不知道，还要带着狗啊什么，对当时就觉得心理压力很大，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对，就非常的抑郁状态，非常的低迷。但是现在回看，其实我当时眼前面对的就是1月份看现在剩下来的这个刚刚过去的11个月其实变成了我的人生的最开心的11个月How would you know？ 对，在最低的时候，可能你面临的即将到来的就是你人生最好的时候，真的也挺有意思的。希望这个不上班这个节目让大家是找到一个可能另外的一种可能性，就并不是说每一个人要 quit their job， 对 ，don't do that， 也不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有艺术天赋，对，像 Ella 一样成为这个钢琴演奏家，或者像我一样去写作。我们真的，其实我们之前也聊过哈，我们认为每一个人都可以创作，对吧？不管你的创作的这个 outlet 是什么，可能是写作，可能是音乐，可能是写乐评，可能是写影评，right？ It could be any sort of way。对但是这个对我们本身人生的生活质量的改变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我觉得我作为半个 influencer 吧，我最大的这个希望就是鼓励大家更多的去在生活之外，就是在这个你的日常工作，因为大部分人确实是离不开工作，对，朝9晚5的那种。你在工作之外能够有自己的一个新的passion， I won't call it， 我不想叫它这个副业啊，或者这个跟赚钱一定要扯上关系，我觉得那个反而是给了他更多的压力我就希望大家能够都去找到自己的热爱，找到自己想做的其他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对于整个我一直说 unlocking human potential， 就是希望人类的这个更多的潜能被激发出来，我会觉得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对，我觉得希望大家就是能够受到启发，我们也跟你一起成长，我们也是you know from the start， 对，start from scratch， 对 OK， 那我觉得我们这个课题其实跟今天的那个 topic 很相近了，已经刚才讲的这一连串的这些废话对，就是我们的这第1集其实我们是想就是探讨这个如果提高女性的生活质量。有一个英国在苏格兰一个老奶奶，她100多岁了，她名字叫那个 Jessie Gallen，当时呢她那个梗就是她好像是她拿着一个茶杯还是怎么样子，下面有一个牌子，上面写的什么那个 The Secret， 就 according to 这个 Jessie Gallen， 就是如果是按照她说的话，那如果要活到109岁，那最大的那个秘密，长寿的秘密就是要远离男性。因为这个老奶奶呀，她一辈子没有结婚，没有生育，她非常的快乐，她就说她没有这方面的这个忧愁，因为对她来说，她觉得男性是一个麻烦的事情。我觉得当时有点极端哈。对，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在这个女性的这个就是我们社会的演变地位这些已经高了很多了。就是哪怕是在什么中东国家呀，这些就是我那天读到这个突尼斯，它这个国家其实是非常开放的，就是男女享有同样的这个平等的，而且没有那个一夫多妻制。然后现在的这个迪拜，然后我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也从迪拜刚过来，然后他就说那个在迪拜你感觉不到这个就是女性受欺压，对他来说的话哈，就是他觉得就是这个投票权呢，甚至女的是有很多的这个就是权利是在就是政界里面去就是当选啊或者怎么样子。然后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就是对他们国家来说是一个很进步，对，很大的一个进步。我去过沙特已经是中东世界就可以说是最保守的、最落后的，对观念上最落后的，对。但是就沙特过去的这个5到10年里面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在穿黑袍子吗？还是会有啦。其实还是有个人选择的，因为不是所有的人都想要脱掉黑袍子的。对，这一点我也想说，其实应该让每一个女性选择自己想要的女性主义所以其实我们的目的不是说让所有人脱掉黑袍嘛，但是我们希望可以大家都有这样的 option， 对吧？对，就是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我在沙特看到的这个现象也特别的有意思就是女性开始有自己的大学可以去上，然后利雅得的这个咖啡店里面也有这个就是 secular 的女性的这个着装和男性甚至单身和单身的在那边说话这些在以前的这个沙特都是不可以想象的。对，是不能想象的。对，我觉得我们国家就不用说了，我们国家女性一直还是占了很大半边天。对，我觉得这一点中国真的是我出了国才发现哇，这一点很先进。对，老婆说了算
对，我已经跟我男朋友说过了，在我们上海，男人那个赚的钱全都要交给你。对，女的管账就是那个，是，然后他做饭啊，对。哎，你看咱们现在这个社会地位确实是不一样。刚才我们在开始录制之前，Ella 的丈夫是给我们做了午饭。我们应该拍下来，下次可以放在那个有一个那个pop up 的一个 screen 里面。对，所以我觉得，而且包括就是这几十年，就是我说100年吧，我觉得这100年就包括在那个就是知识产权上面，女性也有了很大的这个变化。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就是因为我是做音乐的哈，然后就是在19世纪、18世纪，女性要发表什么音乐，这是不可能的，就是发表一首曲子要借男性的名字来发表。对，然后所以就跟那个Emily Dickinson 一样，就是她就是必须得这个就是都等于说要隐藏自己的这个身份。对，然后所以现在呢，你看就是什么得诺贝尔奖啊，或者是虽然就不是说非得去得奖，但是就是在这个有成就被认可、被社会认可的这个上面的话，我觉得女性的这个地位已经就是天差地别。对，天差地别。当然，我希望就是这个 balance 会越来越好。对，然后当然，我觉得就是在婚嫁上面，然后我觉得我们要探讨一下。对，因为对那个经济的这个 contribution， 对不对？对。然后以前的女性是比如说在部落的时期，应该就是男性要打猎啊什么，女性要在家照顾这个就是持家，或者男性打了猎回来你得做饭嘛，对不对？对，这个母系氏会除外哈，我们现在讲的是父系氏族。然后现在的这个，因为女性自己有自己的工作呀，什么就五花八门的工作，所以这个的改变呢，也让我们的这个社会就是对女性的这个地位是有很大的提高。对啊，我一直开玩笑说，我如果是原始社会的话，我的男伴还可以给我打猎，送点肉吃。对，我觉得你特别逗。我现在可以自己花钱买肉。对。但是呢，就是我觉得这个老太太的这个 meme 这个梗呢，然后就让很多人会想到什么乳腺增生啊，然后对，确实在这个方面确实是有很大的，就因为女性操心，现在的女性虽然就是我觉得在社会地位已经提高了哈，但是确实操心的东西还是方面是很多的。对，举例太多了，这个对啊，我想女性本来就已经能够自力更生，对吧？自己成为自己的这个 breadwinner， 生活完全可以独立。那在这样的情况下，生育这件事情，绝大部分的这个家庭当中，生育还是要女性来完成的，对吧？对，是的，没有去 outsource 或者怎样。那所以说，我觉得在这样的关系当中，当你已经自给自足，并且你还要再去额外的付出这个身体的代价，包括养育的代价，你的这个和 partner 的关系确实是很难平衡的。那他给什么呢？对吧？不是说一定要达到这个1:1的关系，但是你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动态平衡。我一直说哈，但是如果男性他本来也就只是捐个精，然后在这个照顾孩子的过程当中，也不一定能够给到50以上的力，那就是那种叫什么叫丧偶式教育，对不对？对，我看到很多家庭当中，其实男性都已经是非常出力的，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还是会两方会因为这些事情，孩子还是对孩子大部分的他的那个 nature 还是需要母亲的，对，我觉得，所以其实，在这样的环境下，你说怎么样可能平衡呢？对吧？我觉得不能平衡就非常的难了，所以现在这个什么弃父留子啊，弃父留女啊什么的在小红书上也看到的非常多。我当然为这些女性也感到高兴，这是一种很洒脱的这个生活方式，因为肯定感情有问题了才会离婚弃夫嘛。但是也不一定要这样，对吧？所以说我们的这种新的这个小家庭的平衡到底在哪里？是不是可得到？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大课题，叫$1,000,000 question。但是讲到刚才你说的这个Jessie Gallen 的故事，对吧？我又想起来另一个100岁老人的故事，也非常非常有意思，但是它似乎是跟你得到的这个 Jessie Gallen 的这个结论是不同的哈。这个100岁老人实际上是吉尼斯纪录保持的这个就是寿命最长的，就是他是那个 record 当中，对，他是 record holder，他是法国一位女性1997年去世的时候122岁。对，羡慕，羡慕吗？我说实话很难想象自己122岁。我想至少活到100岁，然后 receive something from the Queen。然后他的名字呢叫做 Jeanne Calment，right？How do you say it？ Calment。
Jean Calment， 然后他的故事呢特别有意思，他不仅仅是活到了122岁，他还活成了一个梗，对吧？就网上有关他的这些言论呀、生活习惯呀，真的非常的多，他也很 sassy。那我给大家分享他到底有一些什么样子有意思的故事。I love them。首先呢，他骑自行车从小开始骑哈，这个其实他那个年代女性骑自行车都是很少见的。他不仅是从小时候就开始骑，而且一直骑到他100岁。然后到这个之后的22年，生活的这个质量才有所改变。然后他一直说，长寿的这个秘诀是什么呢？一是不工作，他没有工作过一天。我也赞同，赞同。然后他的这个生活的这个地方呢，是法国一个小镇，他就每天骑着自行车在小镇里面走来走去啊，然后学画画呀，去做一些这个自己的爱好的事情。这完全是自我完善了啊！那太幸福了。这个，那他的第二个秘诀呢，就是嫁一个能够支持她的老公。这个靠命哈。关键是这个能养她的老公命还不长，就给她留了很多钱。她的老公在她的老公好像在40-50岁的时候，就因为吃了变质的甜品而死了。Oh no！ 关键是 Jean 吃了同样的甜品，他没死。哇，这个真的是命。然后呢？他天生对压力和焦虑免疫，就是认识他的人啊都会说，这个 Jean 这个人呢，真的是 biologically constitutionally immune to stress。就是我们大部分人，比如说碰到什么紧急的情况呀，或者说工作的不顺利呀，你面对着可能离婚啊，可能丢掉工作、身边死亡等等，你一定是会有焦虑的。但是 Jean 他就说了，If you can't do anything about it, don't worry about it。这么简单一句话，实际上能够做到的人太少太少了。但是据所有的这个认识Jean的人所说哈，他真的就是这样一个人啊。我觉得这个太少，我觉得这个怎么当时没有给他做成一个纪录片，让我们大家学一下，对不对？对。然后如果有 fMRI 的话，就给他那个大脑做一个 scan， 然后教我们一下，对吧？ Exactly。我觉得这个能力，如果未来有哪个 startup 可以做出来，就是一个 pill，让你可以不 stress。对。That's a $1 billion business。然后他还有什么秘密呢？每周吃2磅巧克力。我的巧克力呢？我待会儿去给你拿。还有他的其实抽烟喝酒一个不差。他其实喝酒喝的挺多的，就 typical 那个法国女性。对，就这个形象已经出来了。对。他还做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他把他的房子呀低价卖给了一个。对，这个新闻超搞笑的。他把他的房子低价卖给了一个律师，这个男性律师呢比他年纪小很多。然后他们的这个合约呢是这样子的，这个律师或者律师的家庭，他必须要每个月付给 Jean 一部分的钱，对，就像租金一样，对，就像租金。但是这个钱呢要付到 Jean 死掉，所以其实 Jean 相当于买了一个人寿保险，对吧？然后呢，换取什么呢？就是这个律师其实那段时间可以住在这个房子里面，对，并且呢，在 Jean 死后，这套房子就是给律师了。对，这很多在法国很多人是干这种事情，但很多人都被 outlive 了。所以说呢，故事的结尾是什么呢？就这个价格虽然定得很低，律师以为非常的合算，结果律师77岁就死了，然后 Jean 6年后才死，所以呢，真的就是给他就是对 outlive all your debtors， 对啊，你就那我觉得这个也活得长，对，这个命真是对这个，所以多欠点钱其实不是问题，你关键是首先欠的钱要好，对，这个利息要低一些，第二你活的时间长一些，对，而且要看只要你能活得长。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让我想起我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说，他的梦想是要拿一个非常高的文学奖，非常非常高哈。然后我说大家都是 really， 当然我心里我是相信他，因为他是那种就是他是一个 doer， 他会去做的。然后他说 ，But you have to live very long 。对，所以就是我觉得，在这个刚才你这个故事，我觉得跟这个Jessie Garland 是相反的，就是他也有一个非常好的家庭，对不对？他有孩子，对不对？他有一个孩子，那孩子死的也比较早，所以最后就只剩他一个人。但是他这100多岁是就是有叫什么有 quality 的这个，对你想骑自行车骑到100岁，对啊，抽烟喝酒吃巧克力吃到死，对啊，没有吃到死了。他说最后几年在 nursing home 的时候吃的东西太难吃，我估计
他是因为这个死的，太难舍。可能就是因为自然的老化。对，可能是自然老化。然后呢，他到最后其实最后1年好像是没有听力，没有视力了。对，确实人的机能还是会衰老。对，但是他的绝大部分的这个寿命，这个人生呀，是过得非常洒脱。你想，没上过1天班，对吧？他也没有那种奢侈的这个生活习惯，所以他的这个收入，不管是从老公还是从那个可怜的律师呢，就已经能够非常足够的去支撑他这样子的生活。而且他每天都会去做一些这个兴趣导向的事情，确实是挺幸福的哈。但是他所说的这个观点呢，就是说还是不要去担心，对吧？就是活你想活的，做你想做的，然后不要去为在你掌控之外的事情去操心。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我觉得是一辈子都要研究的问题。就是怎么样子，就是尽量，当然有一些 stress 是很好的那个 stress， 对不对？让你 perform， 对。但是如果我觉得，因为这个是让你keep going 的一个，对，在生活上有向往，然后有一点的那种，就是当然你生活不可能就是完全没有危机，我觉得没有危机感觉好像就散了。对啊，你要上台演奏之前，你肯定也需要。那紧张的不行了，对啊，是。我祈祷。对，然后希望大家就是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就如何把这个生活质量提高。因为我不相信有完美的这个生活状态，因为我们永远是在就哪怕看到就是很多就是social media 上面那些感觉好像很完美的，然后听到他们的采访，觉得 Oh my God， 他是我的那个偶像啊，我想去现在成为他那样。但是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那个 headaches，就是不可能100%的。但是如果我们怎么样子可以把就是这个生活质量一点一点提高，对，然后自己去管理，这个事情还是要自己负责。是，因为这个你就能够，我觉得每个人都还是想过一个开心的生活嘛，没有人想就是说在一辈子就是痛苦从头到尾。当然也不要觉得不能改变哈，我觉得从我的这个包括你的个人故事当中，我们都有过这样子的经历，就是从头再来。对，那从头再来很多次 ，it's fine， 对呀。所以其实我觉得，咱们说了 Jessie Gallant， 说了这个 Jean Calment 这样的故事呢，最重要说的就是到底什么来决定生活质量？它其实不是生命当中有没有男人，而是我觉得我们总结了3点哈，一个就是自身的这个抗压的能力，你的这个心理强度，对吧？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At the end of the day, you are responsible。对，就是那个 resilient， 对你的那个，我觉得很重要。对，我希望我就是能把这个之后我们再分级把它讲。对，这个绝对是可以主导的，对，可以改变的东西。那第2点就是我们的亲密关系的质量因为所有的就是关于幸福的这个幸福学哈，都告诉我们说，一个人的开心不开心最大的一个factor 就是你的 social connectedness， 对，就是你周围的人和你是不是近，你的这个质量是不是好。对，那亲密关系的质量，那还有第3点，其实我觉得比较实际的哈，就是要理性对待生育这件事情。这件事情真的是你做了之后没法后悔的，对吧？前18年至少是锁定了，对所以这件事情确实是你要认真对待。但是我确实觉得周围还有太多的人觉得到了年纪就应该生育了，对或者说导致另一个极端就是很多人恐育，对吧？那其实恐育的这个也是有一些 irrational， 就是 a lot of people， 对，我觉得是 irrational，也并不是深思熟虑或者说想清楚自己想要什么而做的推导的一个决定所以其实我们觉得3个比较重要的点就是自己的这个 resilience， 然后亲密关系的质量，对，周围还有周围的关系，生育的选择，还有生育，对，所以我想补充一点哈，我刚才就临时想到的哈这一点，还有就是我觉得就是你的这个有追求在生活上，有一个方向感。对，我在想，就是哪怕我在回顾我的这些，就是因为我认识的很多的，就是艺术家，他们都是很多都是高手，对，真的高手，对，而且生命力极其旺盛。我的老师Barbara Nisman， 我到时候介绍给你，他住在那个 West Virginia 农场里面。他现在快80岁了吧？他应该78了，今年。对，他跟我说，他说 Ella， 我以后长大了想养一只狗。我说什么叫长大了？他说我想养一只狗。然后我说你现在？他说对，他说 I'm not ready when I'm older。That's a cute story。对啊，就是那个，因为他有一个，就是他的人生方向。当然因为他是一个艺术家嘛，他要演奏啊，要带学生这些。但是我就觉得，不管是女性在什么样的一个
一个处境里面，然后不是说必须得有一些什么宗教信仰或者怎么样子，或者是你要有一个精神寄托，这可以 be anything， 对。但是这个 keep create 就是这个 creativity 是一个很重要，创造性就是，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之后要讲的啊。我觉得 Ella 这一点你可能是有独占优势哈，因为你从小就是学钢琴的，你一直在这个 creative 的世界里面。我真的是半路出家，我从来没有想过我可能会变成一个以创造力自由职业者，对，或者说以创造力为生啊。现在就是做那种，就你小的时候从来没有。其实小时候我有写过博客，其实现在看来，回看小时候的这个做的事情，其实你能看得到一些想要自由的影子。但是当时觉得我是理科生，然后我未来要去走这样的一条路非常按部就班。虽然大家看上去很这个金光闪闪实际上我自己觉得工作上面太多的事情真的是无意义的。而且我说实话，我有一个比较极端的想法，就是我觉得绝大部分人的工作真的是没有意义的，就是 pushing papers。所以我会建议大家能够去思考自己可以在哪一方面创作。It could just be journaling， 你就是写日记，对吧？It's something， start from something。就像我们的第一集的这个 podcast 可能会做得非常粗制滥造。对啊，大家但是 you have to just get started。 Yeah， 对所以呢，我真的觉得大家一定要对这个创作这件事情有很宽泛的定义。对and then get started。Just don't ask questions, just get started。 对，就 start， 因为never wait。我觉得等没有任何时候你是 ready 的。对，没有说我准备好了，我明天怎么样。我觉得就像那个时期一样，不是说这个时期就是我们的古典时期，下一个时期就是对，就做好准备了。对啊，然后没有这个没有这个 boundary 的。对啊，我觉得 creativity 就是一个就是应该是你自己心里面把自己很想做，这让自己也是泄愤呢，对不对啊？非常有用。对 ，channel out 这些东西。那其实说到这一点哈，就 creativity 会让我们心理健康这个保持比较高的一个水平。还有一些什么方法？我们讲到刚才说的第一个这个决定性的因素，就是你的生活的质量到底怎么样，就是我们的个人的 resilience 心理的这个健康和强度。Ella 你还会做一些什么事情让你保持这个比较好的状态呢？比较好的状态，我觉得运动。这个当然不是说我要去那个跑什么1万米什么的哈，我跑不下来。我本来天生我就不爱运动，我是一个在家里面待惯了的人，因为坐在钢琴前。但是就是我一定得出去，一定得就是让你跟这个 outdoor 要有联系。对，不管外面的空气真的不一样。对，不管以什么方式，就再累我是坚持遛我的狗，到时候每天几个小时啊？每天3次。就是每次也不晚上是大概差不多2个小时。哇，对，就是走外面走，就是徒步2个小时。我不喜欢跟别人一起遛狗，因为我觉得自己一个人会，这个时候是你的那种小宇宙大爆发的时候，你开始想东西，然后呢有很多，而且你会发觉很多美好的事情。就比如说我会发觉走过一个花园，我说今天这个树跟昨天可能跟上周不一样，今天这个树叶子一下子变秋天的颜色了。对，这个就是你遛狗能发现的，这个是你不上班能发现的。对，但是我在想，很多人上班也养宠物的那种。对，我就说如果可以利用的话哈。然后我觉得这个是，还有就是对我，因为我自己我是搞音乐的，所以对我来说，音乐是一个很大的，就是艺术是一个很大的支柱。对，因为我觉得我们的人是不可能离开这个就是艺术创造的。对，这是一个。讲到这一点，我觉得真的艺术家好幸福，因为你做的事情就是本身 therapeutic 的东西。It is， 对吧？有多少人可以说我的工作是帮我解压的呀？对，我觉得确实，如果真的是热爱这份工作的话，就是我是热爱到就是全心的那种热爱，然后我会觉得这个让我真的是眼前发亮，就是那种让你一下子就变成就自己觉得自己是颗小星星那种感觉。对，而且你能感觉到这个气流在你身上，就是通过这个作品，通过你然后传递出来，然后你就会觉得，我觉得很那个很抗灵啊！我个人觉得哈，我个人觉得，因为你很开心，就你的那个成就感是觉得哇，对我体会过这种感觉，把它称为 euphoria， 对 euphoria 呀 ，euphoric 而且它是非常的 sustainable 的，它不是那种抽了什么东西，对，快乐一瞬间，然后马上你的 calm down 很惨，是，也不是说去买个包那种，每天都是这样，对吧？对，你那个永远不会消失，永远不会淡化所以我
巨大的一个梦想，就是让所有人，让更多的人吧，应该说，都有那种觉得自己是一颗小星星的感觉。对对对，我觉得每个人其实都是，因为我们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就是可以 create 的。对 OK， 接下来刚才我们这个有一个就是第二点，就是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就是亲密关系，就是包括我们不管是就是说。跟伴侣的亲密关系，因为有的人没有伴侣嘛，对不对？就是跟社会的亲密关系，就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一个 support system， 对不对？对，我觉得我在这一点上做的还是比较好，但是可能做的超好，比较极端一些。就是我觉得在友情这一点上来说，甚至包括亲情哈，说的难听一些，我们要功利一些，就是如果说这段友情这个 relationship 没有给我，我每次都觉得I feel really comfortable, I'm energized, I feel supported。如果我没有觉得我在这个友情当中得到很多的价值、陪伴呀、交换呀、学习呀、成长而是觉得这是好像一件很累的事情那我就会斩掉。我真的就觉得我们大家一定要自律。怎么自律呢？就是对人自律，就是你不要把时间和精力花费在不值得的。对，因为这一点，因为你首先，我觉得每个人的成长都是，我觉得其实分开不是一件坏事。对，我觉得甚至很多友情就是走了一段路，他有可能会跳跃，对，然后可能还会再继续。当你们，我身边有很多朋友，我觉得我从来没有 take it for like personal，我觉得很美。对你觉得呢？我觉得是的，就很好的朋友，真的是你可以甚至1年不说话，对，都不代表你们的默契会消失，对吧？对，因为你们各自在成长。对，是的所以其实有这样子的朋友也很幸福。是，对，互相有这样的默契。对。那要不我们聊聊我们身边一些不健康的这个亲密关系的一些例子吧？我们甚至真的觉得这个不健康的亲密关系会毁人哈。然后我们身边很不幸的也确实有这样子的实例。比如说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他今年40岁他其实婚姻已经有10年了，而且呢，他跟这个 Jean Calment 有一点相同，就是他也一天都没工作过，而且老公可以养活他包括自己的娘家也是很有钱的，但是没有料到，他今年的情况就是非常非常的糟糕，非常非常的抑郁因为他突然发现，或者说突然进入了这个中年危机，因为他发现自己没有这个任何可以依靠的人，没有自己属于自己的事情甚至他要去贷款，银行也不会贷给他，因为他的钱全是来自于别人转账给他。对所以其实经济独立，他一下子就陷入了这样子的危机，包括他也意识到自己的老公不幸是一个极大的 NPD， 就是这个自恋型人格障碍。这个是我们要10集，我觉得会有人对我们跟我们分开做一个10集，对。这个说实话，我们确实都有一些经验或这个I'm definitely an expert sadly yeah 但是以后可以出书，说不定就 turn around to money 但是我这个朋友确实是今年一下子进入了一个 crash， 就真的是进入了一个人生的低谷。他人在亚洲，但是他去报名了这个很多 self help 的课这一点说实话我们也比较谨慎就是觉得很多时候这些 self help 这些东西都是在找就是最 vulnerable 的人，对，就最弱最那个时候最需要rock bottom 对，那些人他可能就是愿意花钱 for whatever。 对，在这里大家也想提醒大家，就是一定要在这个报这种就是属于什么灵修这些课程，当然我觉得有很多是很好的但是也要自己有一个有第3个眼睛吧，看一看就是是不是那种天眼吗？就那种无的眼睛。对，就是不要太神叨叨的，还是就是因为确实有很多这方面的，对，包括那个朋友就被骗了，是吧？有之后我们可以曝光一个美国有一个组织，我最近看了他的那个，简直吓死人了。对，就是所谓的这种自我提高，因为太多了这种什么对，我身边也有，就是当然也有就是很不幸的例子就是包括我非常要好的朋友，就是他这种非常就是年轻的时候结了婚，
然后呢自己也没有工作就放弃了，对自己的这么好的这些就是追求啊，还有就是对梦想就放弃了，就完全就是把自己给就迷失了，而且一直迷失，而且不愿意再出来。就是我觉得就是他会觉得无力。当然我觉得这个就跟我们第一点刚才讲到那个 resilient 是很重要的，就自我弹性有没有这个能力再从这种逆境当中再出来。对，然后我觉得这个就是他不幸的就是他至少在目前的可能5年10年，我不知道可能有一个，我希望有个 trigger，如果能够把他踢一下他，然后把他踢醒，我就会觉得很开心，因为我觉得他都是很有能力的人，然后我很希望就是能够从这个困境当中再出来，要不然他这个我觉得非常危险，就是他的这个困境的这个起因也是因为不幸的亲密关系。对对对，就是不幸的亲密关系。然后呢，就是这种一直是被丈夫掌控，丈夫就是说什么他就得就哪怕他心里面觉得他觉得不服，他也得听，因为他没有自己的这个足够的就是财力。对，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他就总是因为丈夫毕竟把孩子就是交给他管嘛，然后所以他感觉就是被困住了，对，被困住了那种感觉。那这样子的这种 MPD 型的伴侣，其实这就是教科书般的手法，对对对，就是把你的这个与外界的接触给切割掉，对对对，并且把你的这个经济能力啊等等掌握到他的手上，对对对，而且你还有孩子，对。这个你完全就很难走出来。我当然也认识很多女性是走出来了的哈，然后也是哇塞厉害，就是我觉得，对，我觉得这些都值得大家学习。这个真的是一种新型的杀人不见血啊！真的是，因为我觉得就是你因为你是在每日在生活，你要你要改变你的一个10年20年的生活状态，我觉得太难了。对啊，而且你想你要得罪多少人，对不对？你家庭人不会理解你，你的朋友可能会觉得你疯了，因为 NPD 都他们非常 charming， 对呀对呀，周围人会觉得不可思议，他们都不会站在你这一边。对对，杀人不见血，真的那句话说的对对。而且10年如果与外界脱节的话，别说10年了，现在10个月离开工作就很难再去找。对，会有这种恐惧。对，我也看到很多女性本来就是不容易有这个很强的自信心啊，就是女性本来就 imposter syndrome 会比较多，冒名顶替综合症如果是10年脱离这样子的环境，并且你的伴侣往往会一直告诉你不行，或者你错了，或者 you're crazy，这些都是非常经典的这个手段时间长了，你真的都不用时间太长，对，一段时间之后，你就真的觉得maybe I am crazy，maybe I'm psychotic，可能就是我的错。对，这个烟雾弹，哎呦我的天哪，这个组合就是 MPD 和一个这个 charming independent，you know，used to be independent woman，对，这真的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a pair 的，对，是，我觉得就是很要花很大的精力、很大的勇气，而且还要相信，就是这种对自己的决心，就是相信自己是清醒的相信自己是没有疯掉的，然后我觉得才可能才能够看见一点光吧。我什么时候法律可以管一管？我真的是，我有的时候我觉得come on，emotional abuse， 对，这个真的是，如果对我觉得法律如果能够惩罚，就是一部分的这样的，我觉得可能这些人没有这么胆子那么大，因为我相信很多 NPD 他们在这个欺负对方的时候是故意的，我相信是的，对，恶意的那种。当然他也需要帮助，对吧？绝大的100%的，真的要隔离的是这种人。对，说的又太多了。对，现在又剧透下面好多集了，哎呀。对，然后还有就是我还想就是问一下，就是你对这个就是繁殖生育的这个繁殖，it is right， 用达尔文，I shouldn't support it。在就是你就对这个生育繁殖就是有就是你觉得它对女性的这个影响会是就是这个生活质量的影响，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觉得一定是有利有弊哈，而且看你的这个亲密关系是不是能够 empower you to do that。如果你的这个伴侣他根本出不了力，或者说他根本就不喜欢小孩的，那肯定你就考虑都不用考虑了。所以这一点我觉得一定要在认识的早期就同步，对吧？当然之后可能也会变的，但是你一开始一定要就是很开放式的
去对待这件事情，并且实时的 check in。我跟我的伴侣就是我们目前的状态都是不确定，就是觉得哎看到可爱的小孩觉得好可爱，然后想到我们可能生活会发生的改变，觉得好可怕，对，而且我们也只喜欢女孩子，那你说怎么办呢？对吧？要是生个男孩子，还把他那个塞回去嘛？对对对，所以说真的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因素 dynamic process，但是我们经常会 check in with one another 去问问对方是不是现在还是这样的想法但我觉得生育其实对于女性是有很多可能的益处的包括有些人说生孩子是自然的一个 process，会对你的这个健康是有好处的，这个我也去查了inconclusive， 就是有的这个 research 确实是说生育的女性，尤其是如果生育晚的话反而对于这个女性包括对于父亲的寿命都会都是不是说 causal， 它没有 causal， 它跟只是正向相关就是你如果生小孩了，可能你的寿命会更长但不是这个因果关系这一点我一定要强调对然后呢也有一些其他的这个 research 说多一个小孩就少95个月的寿命都有所以其实很难把这个生理的这个 benefit和这个心理的那个什么焦虑什么的完全去做这个量化对对对所以其实最重要的肯定还是你要有像 Jean Calment 那种什么事情都不能 get 到对对对对不往心里去就是对这也是很多人我觉得大部分的人是一直在想学习的秘密对我也希望我们能够学一部分通过我们自己的节目自己也在成长没错是大家问我那个小红书下面那些评论怎么能够做到这个无所谓我其实真的觉得我训练出来了我就发现其实如果你说一些不好听的或者很 judgmental 的话这个其实是 reflection on you 跟我无关对对对所以其实我是全部点赞我就全部因为我觉得很可爱他可能当时有这个想法对我觉得 OK 赞你看起来有点胖美女 OK 赞对所以其实这个生育到底对我们有利还是有害我觉得首先你要是找一个很好的伴侣那你八字有一撇了我觉得或者是自己够强大就是有就是能够找有人帮助经济实力对对对对必须要有人育儿观念对吧如果你的育儿观念如果你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焦虑的人你对自己都已经是激得不得了了对对对对对 chances are 你生下来小孩之后你会为他每一个选择每做的一件事情都会非常的对对对自己也很难受对长期在这个上面是一个很大的这个压力也许不是一个很好的压力我觉得我当然希望就是如果选择生育的女性可以就是尽量就是把这个当成一个就是另一个人因为你毕竟是给了另一个人生命嘛然后我觉得这个可能让自己不要那么当然很难因为你自己都是母亲都是全心的投入在这个上面的对我们可能站着说话不腰疼对但是我就觉得如果有这个可能性就是让自己不要忘了自己的这个创造不要忘了这个把自己做好对对对对对于你的孩子对于你们的关系都更好对对对不管有没有我记得那个 Liz Gilbert 他那个就写那个 Eat Pray Love在他的一期 podcast 里面然后他讲了一个例子然后我觉得可以用这个例子来总结我们这一集因为他说他采访过一个老太太他说这个老太太是爱尔兰移民到那个纽约她一辈子她是一个人然后丈夫好像是打仗然后就走了好像是越战她一个人带3个孩子自己又是那种蓝领就是把3个孩子都抚养大了然后但她每一天她自己都没有什么钱但她每一天都会在她有一个 secret jar 一个铁盒子就这个铁盒子里面塞$1然后她不管再苦就是她这个星期就是这个没面包吃了她要在那一盒子里面塞$1因为这$1是她的等孩子都长大是她自己去环游世界的那个就是积累她做到了哇对然后就是当她就是她已经没有什么就退休了然后没有什么忧愁孩子都很健康很健全然后她拿了这个盒子这盒子里面当然还是挺可观的就是因为她是每一天还是每一个星期我忘记了但是对她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礼物所以就虽然她是一个蓝领她没有什么那种就是我要当什么作家当画家的这个梦想但是呢她也在这是她的 creativity 对就是她给自己的
创造了一个机会。所以我也很就是希望在我们那个相机前的观众没有屏幕前的观众，可以给自己就是这个每天存一点，对，存一点，或者是不是说钱，对，创作梦想，对，写一行，然后一个好的习惯，一杯给自己的这个一杯好的咖啡，一杯茶，然后一个哦耶，一个那个就是一个水果，或者是给自己做一顿饭，对，自己出去走一下，然后任何事情 anything， 对，可以很小也可以很大，对，就是我其实也研究过这个 behavioral psychology 行为心理学get started 是最难的，但是当你把你自己的这个每天的目标缩到足够小，对吧？你比如说你有些人这个晚上不刷牙，那你想要养成这个晚上刷牙的习惯，你就第一天你可能就把牙刷拿出来，碰一下也好，对第二天把牙膏也拿出来，对，第三天把牙膏挤在那个牙刷上，你每一天进步这么一点点，你就能够达到这个慢慢这个进入这个 habit 的这个对，也就只用3周嘛，这就是这个日积月累的这样的一个神奇的魔力。对，因为我们人是有很大的这个潜力，我相信大脑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 physical，就是我觉得是完全是可以去探索这个 limit 的。是的，对。然后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可以就是 get started with us。所以说我们从这个女性生活质量跟有没有男人在生命当中是不是相关，一直聊到了这个创作对我们这个生命的这个重要性，其实是相通的。对，我其实想带到这一点，当然这些都前面我们的那些故事，想把大家带到这一点，因为我觉得真的是切身体会。我们之后会在以后的这些之后的这个 podcast 会跟大家分享，就很多很多故事，希望就是大家能够就是期待着收看我们。对，我希望你们喜欢。对，所以其实真的生活质量这个在我们手上，是吧？而且不管你生命当中有男人还是没有男人，在不在意有没有男人，对，一定要做一些让你觉得自己活着感觉自己像一颗小星星的事情。对，要有 sparkle 在你的眼睛里面。Keep your sparkle， yeah， keep it。然后对，就是有闪亮的感觉，对，会找到的，yeah， 一起来。对，找不到的话就跟着我们的播客一起去探索了。OK， 希望我们下集再见。然后呢，希望大家 follow 我们，然后希望大家那个给我们踊跃的留言。然后因为这是一个 community， 这是一个属于大家的有来有回的一个对一个公共的空间。对，谢谢。最后我还想介绍一下这个我们的服装。Oh yeah！ 你别说，咱们虽然是这个完全外行做播客哈，太外行了，但是居然有一个跟我们一样以创作为生的30岁姐妹，她是葡萄牙非常著名的一个时装设计师，她的名字叫做 Costanza Intrudo Costanza Intrudo。她呢是我个人的朋友但是呢，其实她的这个 label， 她的这个服装品牌在世界各地都有这个销售，包括上海，厉害吧？所以其实我会把这个怎么样去找她的衣服在哪里，这个不知道这个放在这儿大家可以去关注。关键问题是，就是我比如说刚才我来这边录制这个节目之前，我就去了 Costanza 的这个 studio，然后从他那儿拿了好几身衣服，对吧？我就看他的工作状态，我真的觉得太幸福了。这个姑娘，她从20几岁开始就一直是以自己的这个创作作为生计。我想跟大家说，压力非常的大，因为服装这个行业它的 margin 太小了。对。但是这是一件你可以一直做下去的事情。要是多少人的这个工作，你可以这么说，对吧？绝大部分人都在说，我明天就想退休，right？但是你能不能找到一份事业是你可以做一辈子的？对。所以 Costanza 的衣服我其实真的非常的喜欢今天我们2个人穿的都是他的最新的这个 collection 了。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我是刚刚才知道他。他就说有人赞助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设计师，我说真漂亮，让我先穿上。OK， 谢谢你分享他的故事。当然，我觉得也给我们启发，而且非常适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话题。对啊，我觉得太美了，实在是，然后很舒服。我之后我们要把这个 link 发在那个上面。对，谢谢大家，谢谢，拜拜。